小海，小海，我来了，你在哪儿？上一集，10年前的众人赴真大浪假冒的小海之约，来到浪里个浪船厂寻找小海，却意外发现了小海的尸体。死者浑身湿漉，鼻息全无，身上无外伤，现场初步判断为坠崖溺水死亡。你们几个凶手在下边等着，我下来好好拷打你们一下。经过真大浪指认，凶手就锁定在与小海相约出去的何远航、大梦想、勋秦好、期满分、明日星当中。初步排查后，众人发现小海的真正死因是坠楼。他上车的那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小海应该就是从上面坠到车上。真大浪的嫌疑愈发重大，但坠楼而亡的小海身上为何会全无外伤？你不是真大浪啊？且真大浪与照片中的样貌大不相同，那在众人身边的真大浪究竟是谁？他为何会丧失记忆？真正的真大浪又在哪里？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怎么完全不知道作者是谁啊？啊！195年，刚才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会回到10年前小海坠海的那个晚上啊？哎，我们被催眠了吗？催眠了？这么多年来，我以为小海是坠海身亡的，结果他坠海之前就已经死了。到底是谁杀了他？为什么在梦里是真大浪整我们？对呀，而且他那样子好像不是真大浪的样子，是不是？但那他是谁呢？是吗？啊？谁呀？是他！哎，你是谁？你给我们催眠？醒一醒吧，朋友们！看不出早就醒了吗？我呢是刘催眠哦，是一个大学毕业准备读研的心理催眠师。我呢是被请来协助破案的。破什么案？是这样的，10年前的你们呢，我已经很熟悉了。大家介绍一下10年后的自己吧。10年后的自己，没什么好介绍的，我还是明日星。心情好，卖鱼的。期满分，刚刚从国外回来。我大梦想啊，我一直在岛上生活。我不一样了，我跟1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还是何远航，跟10年前比，我大了10岁。能看出来，我现在是24岁的何远航。怎么过了10年，大家都这么不开心呢？长大这么让大家不快乐吗？哇，你走会带光，你是带光的男人。是这样，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疑惑，是我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下啊。首先，这个是你们发现的吗？对，
这是我们今天在断掉的这个栈桥的洞里面发现了这具白骨，所以10点钟我们就向调查局报告了这件事情。哎，桥怎么断的？我们炸的呀。爆破的。那你们为什么要炸桥呢？因为10年前那个鲸鱼又重新搁浅了，我们是为了要把这个水路给它打开，所以要炸掉栈桥。就那个鲸鱼，那这个白骨你们认识吗？这怎么认？白骨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啊？我这儿有一份调查局的 DNA 鉴定报告，这个白骨属于死者甄小海。而且他的全身多处骨折，符合高空坠落死亡。因为10年前呢，也就是 M185年3月31日晚上，死者甄小海坠海失踪了。对，你们5个是最后见到他的人，也是他死亡的嫌疑人，所以我以你们5人 M185年4月1日0点之前的记忆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心理空间，通过催眠让你们的意识进入。小海，我虚构了最开始发现尸体的场景。同时，我凭借自身记忆，以甄大浪的身份与你们一同探寻真相。是我叫你们来的啊！浪浪说，目的是想观察你们的真实反应。哦，怪不得我们在梦里看到的那个尸体没有任何伤口，因为你其实不能确定他是怎么死的，所以在你梦里面构建的那个，你没有办法给他还原他的伤口。哦，对，我只是给大家构建了一场明白 M185年3月31号晚上那场梦。但是因为是一场虚构的梦境，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确切发生了什么，只能根据已知的情报来进行推演。所以说，大家发现了一些蹊跷。调查清楚了吗？根据我的调查，在10年前杀害甄小海的凶手，应该就是他的养父甄大浪。不是？那你去抓甄大浪，你在这审我们干嘛呀？对呀，对呀，放我不们走啊。是放我们走吧？想抓甄大浪，对呀，那我带你们去见他，首战。真的，他还活着吗？去见他？姓甄。我带你们去见一见甄大浪吧。哎呦，什么？哎呦，这谁呀？掉下来的吗？甄大浪啊！有一瓶上头水在这儿。朋友们，是这样的，在昨天晚上10点呢，据晚上回工厂加班的秘书好维 C 好维 C，他报案发现了甄大浪呢坠亡在了这个3轮车上。啊！你该死！这太直接了，这也太直接了。嚯，这么狠呐、这么狠呀、甄大浪的尸体本来是仰面的躺在这个车顶上，为了方便大家一会儿进行搜证，就把它搬了下来。我们先看一眼案发现场吧。来吧。他脸上没有东西啊。来，走。这儿后脑勺呢有一处伤口。这个车上有什么东西吗？就他是磕在这儿了，然后流血。朋友们，这个是可以扫的。在 M195年3月29日通过后台调取过 M185年3月31的车辆数据记录。货斗称重记录，85年3月31号9点10分的时候加了50.8千克。这件事情证明，其实，在案发就是今天的前2天啊，其实就已经有人在怀疑10年前发生的真相，其实已经有人暗中调查了。然后呢，你们5个又是甄小海最好的朋友，所以说你们5个成为了杀害甄大浪的犯罪嫌疑人。这儿啊，这个看到了吗？什么东西啊？这不跟上回那一样吗？不是一样的。不一样，3月31号9点45分加了75千克。
死亡时间吗？对，朋友们，在死亡发生的9点45分，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今天是电视台请我们去同步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电视台相见。然后呢，因为由7带头就说必须炸掉这个栈桥，恢复水路，所以我们9点半是集合在栈桥那儿。9点45分，栈桥炸毁，我们在那等着涨潮，让鲸鱼回去。我们45爆炸，所有人都在那儿，对吧？他是45掉下来的，对吧？对啊，我们是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完全不在场证明。那你还怎么说我们吗？放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吗？这个10年的过程当中，肯定已经有人发现真大浪是真正的凶手了。所以说，在10年后的这个同样的时间节点，用同样的手法杀害。好吧，这样我们先分开搜证各自的家，让我来规定，何明一组，大西一组，让这个看上去就是嫌疑最大的人跟我一组，走吧。好嘞，搜。我搜何，真大浪的家，我们搜你们俩。我们搜死者家呀。死者家才是信息量最大的。181年1月1日号，妻子之墓。这是郑阳海吗？是，相当于他给好妻子扫墓，只要他乖点我就养大他，给我养老送终。这说明他对他还。这儿有个箱子，有密码。微观之处亦有天地，偷偷告诉你们，密码就藏在了华为 Mate 80上。试试用微距拍摄这块区域，就能找到密码了。在这上面，让我来看看。这么微啊？成显微镜了吧？没有啊，它应该在，它不是在这个篮筐里吧？应该是，就是在那篮筐里。像我这扫这篮筐呢。哦，拍你的手机。这块吗？这好像是看月球那种感觉啊！哇，太神奇了吧！哇，这我看见了 ，MATE，不是，这是每个手机上都有吗？MATE 啊？对 ，OK， 有 E 吗？有。哎呀，哎呀！华为 Mate 80，洞察细微，洞见极致。哦，来7满分，7满分。他刚回来，怎么这么多东西啊？7满分，这个可以吃吗？7满分可以吃，随便吃。我吃，我吃。他变成一个摄影师了耶！国际高中啊。哇，好多照片啊他。哎，这是那个小海，这说明他还是都拍下来啊，他还是很想他的。电脑有电脑。3月31日，海湾的水域状况极为复杂，想要鲸鱼顺利离开，就要爆破栈桥。4个小时之后，爆破救援的审批通过了，确实是对，就是他安排的。OK， 拍了哈，拍了。好，这个明日星，明日星，来吧。哦，不 ，Muscle Man，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赶紧的，你有 KPI 哈，好不好？来，KPI 把这打开，好挨的啊，好不好？找一找。哇，这是运动健将啊！这啥嘛？
哎呀！这个少好年，归来是少年。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这啥呀？哨？对呀，吹一吹时间哨。为什么呢？吹一吹时间哨啊，对，好。我为什么被你控制啊？对，咱们是合作投案，合作投案。哎，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钥匙，快看，看啥呀？明日兴，初中啊，体育老师都没有吗？什么呀？哎，来了，还有个啥？快看，给你个才艺，3、2、1。哎，你这样，你来，你这样吹，你能不能把它吹起来？你横着，预备，走。可以。请于 M195年3月25号到3月31号每日22点到次日6点到鲸鱼搁浅处值班。让我用心把你拍下来。哎呀，等一下啊，这是什么？天哪！你看看我找到啥？哦，钥匙。睡。钥匙。哇，还有。这是什么？哎，这个也是那个定情信物吗？就是他又把这个拿回来了，为什么？明日兴，怎么了？10年前的挂坠你还有吗？我为什么不能留啊？一直留着呢，他一直留着呢。大的，来。开始。大梦想。这本里有什么东西吗？看一看，没有。这3个，哎，有了，还封起来了它啊！打开，管它呢。哦，曾经的那个画册，你拿什么养活自己？哎呦，怎么了？哦，全给他黑掉了。他自己黑的吗？肯定是他自己黑的。大梦想，什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说说我听听。你现在还怕黑吗？我怕呀。那你为什么要在床头放个墨镜？你是假的怕黑。怕黑是这样的，怕黑闭眼能够让自己心里变得舒服，要不连闭眼都闭不了了。不合逻辑，你应该睁眼睡。就是。好，我们再去下一站。新的房间。好新啊！这太……哦，被我翻到了。尊敬的校领导，我是高2学生勋晴浩。他高2的时候退学，哎，高2就是事发2年之后。来，侯远航，救援队值班表，它有时间线，他是救援队的呀。哎呦，千万不要打开，这个指令无疑300上写的也是有点太大了，千万不要打开。你找钥匙，然后这钥匙，找钥匙。还是有愧疚，就是当时你们3个去那个海边的时候，是本来能救啊，是什么意思呀？对，我们救了呀，就是在我们拉，把他拉不上来啊。可是你们拉不，反而把他杀了。那我们不知道呀，这不是还是出于想要救的初心吗？你的时间只剩
最后1分钟。看，没啥了。对，这样，不准炸栈桥，守不住栈桥就守不住祖宗魂。好多鱼，血老伴儿，就是村里的老人是老人不能炸，炸桥的因为炸桥就守不住了村魂。祖宗魂。所以说其实是鲸鱼被困完之后，甄大浪担心炸栈桥导致发现尸体，因为他知道尸体是被他带回来之后是通过修栈桥给埋在栈桥里边。有一个盒儿，哇，这个粘的也太牢了。我以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拿到它，我摇到它里面有点叮铃当啷。哎，哦，小盒儿是个非常高级的盒子哎。天哪，这个也太难拆了。没事，它就是说明它这个说明很有问题。这个很值得。小心手啊，可以开了。小心手啊。哇，这看到底是个什么？会不会吓人？哦，不是钉。清醒之后主诉左耳强烈疼痛，合并颅骨骨折，错过的最佳治疗时间，他走不了了。哦，就跟7去不了一个地方了。10秒倒计时开始，10、找钥匙，找钥匙。 9、8、7、6、哎，钥匙啊！就是还是你聪明。 4、你说啥呢？这必须呢。哎呀，好了。 1。哇，这么多收藏啊！时间到，请离开现场。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好，老师好。我们从第一个是谁先发言？扁桃体先开始发言吧。扁桃体是谁？扁桃体是谁？给我们起外号，这孩子。我才 get 到的笑点。不是，为什么是扁桃体先开始发言？为什么？因为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扁桃体很容易先发炎。先发言。这包袱这么厚啊！那我们先说是吗？对，OK，来吧，来吧。咱们是何远航。小海号，这张这么有意境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咱们一起那么爱的小海号已经离开我们了吗？什么意思？给放走了。嗯，对，放走是你放走的？是4月5号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留着呗，船长都没了，还留着呀？留着把那个木头卖了。那你为什么把那些记忆都封存起来呀？咱们聊下一章。然后呢？没有，我再讲一下，我讲一下。首先呢，小海号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小海这个人对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他是我人生当中意义的第2个船长。我人生当中的第1个船长是我的父亲。183年，当时呢海上发生了一个超级风暴，然后呢我的父亲因为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对暗礁的位置没有判断正确，导致他当时的船翻了啊，有4个船员因此遇难了。然后从此我父亲就成为了罪人，我也成为了就是罪人的孩子。所以呢，我其实在那一刻，我本来想要做一个船长的梦，其实就破灭了。直到我遇到了小海，他鼓励你。对，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远离了我。我做了一个船模，我在那摆弄的时候，只有小海过来说：“他说你这个做的太好了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船长。”后边有没有？然后他就邀请我加入到了他的小海号这样一个秘密基地，然后就遇到了各位。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是他的大副，就像大家看到我们的照片那样。
然后呢，我就成为了一个重新开始拥抱大海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呢，他是我人生意义当中的第2个船长。可是，在185年的4月1号，这个船长我也永远的失去了，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痛的。4月5号的时候，我就决定把我那个绿色的徽章，把它放回到小海号上。然后去到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小伙伴不约而同的、很默契的，都把自己专属的这个徽章全部都放回到了小海号。大家其实跟我一样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痛苦的记忆，所以我就把小海号推向了海里，然后看着它在海中越飘越远，我就知道那一段年少的时候的曾经最华彩的一段时光，然后也是我跟船长唯一接近的一段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时候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目送小海号离开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小海发生事情的后面几天而已。第4天，对。好，千万不要打开。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了，然后呢，打开了之后，你看看，很丰富，一下就明白了这句话，是吧？你看，在小海的鼓励下，我第一次走出了父亲的阴影，勇敢的做了决定，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个。我就是把我们几个在小海号上的合影，从小到大做的一代又一代的船模，3月31号的这个回声计划，包括我曾经看过的跟航海有关系的任何的书籍，我全部都放进去了。哦，一共就看过1本哈也不爱读书，全书，全书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00本百科全书，对，是这个航海宝箱，金牌救生员，对。这就是说明他后来变成了救生员嘛？就是我就考的岛上的普通的职高，然后留在这儿。在189年的时候我就要毕业了嘛，那个时候我很迷茫，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选择，或者我说我有一个梦想，就跟我的名字一样，我想要远航，但是我知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其实就在海边踱步，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溺水了。当时是下意识的反应，我就跳到海里去救他，然后我抓住他的手的那一瞬间，我好像感觉我抓到了当时15岁的小海然后我就拼尽全力的把他拉出来完了之后，我突然找到了一个方向，因为我在几年前因为我的失误也好，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也好，让我的第2个船长失去了生命。那如果我有机会可以救助同样的人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弥补一点点我心中的遗憾？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职业，就是救生员。但是您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却没有弥补，因为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这一张。哇，这么多床头正，可是我却没有救下我最想救下的人。就是他已经救过很多人了。我救了72个人，我救一个人，我就会在我的床头刻下一笔，然后希望记住我在这件事情上走过的这段路。然后随着我救的人越来越多，我却发现那个遗憾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就是我心里最想救的人，我还是没有救下。好，这个要解释一下。995救援队的值班表，这个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灵鲸又被困在这个海面之后，我们就请我们995救援队的所有的同事们轮班照顾这个灵鲸。但是你们可以注意，就是别的人就是可能隔2、3天值一次班，每天都值，我是每天都去，但是不同的时间点哈。那你们从电视台之后到9点半，这所有的时间你们都在一起？都没有，没有，在电视台没有多久，在电视台就是同步了目前的救援情况，同时期作为代表，给大家介绍他通过了爆破的申请，然后9点45要爆破，然后呢，为了避免
过多的人来围观会有危险，所以要我们保密。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人被邀请届时要一起见证9:45，然后大家分开了，我就去独自巡逻救援去值班了。我在岛的另外一面的海域独自执勤，然后9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相当于9点半就集合了。对。我现在只要知道有爆破的手段就行了，他就可以实施这个杀人计划了。明日星了该。这个明日星就是说，后来您家里那么厉害，怎么后来当体育老师了？他爸是老师啊，才让他当老师啊。这就是显而易见是我的职业嘛，我就是一个初中体育老师。你后来也没正吧了？没什么正吧，就是因为你当时不是不想当老师，你想要走出自己这条路吗？无所谓了。已经被生活打颓了，生活虐你是吧？无所谓了，生活虐你，是不是也是因为185年3月31号的事情对你的光已经没了，所以人生无望了。他的爱已经没了，光已经没了。他喜欢小海，你忘了？我知道，所以我就说，就是严重到光没了。这就是他送给小海的那个。这是我送小海的那个手链，因为4月1号的时候我去海边，看到那个7的那个勋章已经放在上面了，然后我就把我的勋章放在上面。你说4月5号是吗？4月1号。哦，你1号就去放了啊？我是5号去放的。放了。啊，然后我就放到小木船上面之后。我就把这个盒想拿回来留作纪念，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我看错他了那个纸条。我回家的时候，路边收垃圾的阿姨跟我说，那一天小海确实来了，就是他听到了我妈跟我吵架说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负责任，我不够有担当。听了一个等于说断章取义。也就是说，在你梦里面构建的那个侦探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没辙，但是还留着这份感情，一直忘不了。确实，对。这有一个箱子，哇，这么深的歉意吗？他对不起什么？他对不起，肯定是因为当时本来能救，但是没去救，他会觉得自己没保护好他。对，就是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作文，让你想起了咱们小海吗？那边写了嘛，就是一步之差嘛，就是这一步吧，可以说是我或许没有跟我妈吵架，没有那个说是她在纠缠我，可能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然后那一步也有可能是可以是说，我当时没有那么怜悯心，我没有说我想要去救金鱼，大家可能是不是就不会去救金鱼，后面的事儿也就不会发生了。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疙瘩，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跟他好，或者你没有让他生你的气，他就会跟我们一组。是，但事实上他抽的就是跟我们一组，只是因为气，所以应该怪他。那我之前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愿意怪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救金鱼是我提出来的，他的死是因为我。宝贝们，他的死不是因为你们，他的死就是因为真大浪。我们不要对自己这么苛责。但是当时作为18岁的他，高考的时候，这个一步之差这件事情一下把他给打散了。你知道最大的遗憾就是一步之差。如果你的遗憾是很多的差得很远，就算对，差很远，你不会太遗憾。但如果就一步之差，你会就差那一步啊，就差一点点，可能稍微转念一想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因为他这个最击中他的就是说我本可以，是不是？我本可以那个不说这个事儿，然后结果是确实，然后你就觉得对不起，然后你就一个字都没写，就是等于说因为这事儿葬送自个儿前途。因为其实我的未来已经空白了，你就无所谓未来，无所谓我考什么了。好，这个，来吧，这包肯定有问题。哎呦，手机。好不容易把您弄进学校了，咱们这几个字颤抖，你看见没有？好不容易把你弄进学校了，好好表现。好，弄进学校了啊！那个教导主任跟我说，你总是冷脸像冰雕，别再这样了，像之前一样开心吧，还给你一张证件照。
就曾经的是开心的。哎呦，但是还是很扎心，这是我们好的时候嘛。对，还有王姨的侄女儿要见见，吃个饭也好嘛。没办法，他到了一到年纪了。明白嘛，就随便吧，都行。怎么了？后来见了吗？你侄女还行吗？见了，反正我不会给任何反应的，我不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不会开心也不会行吗？还行吗？所以你还爱小海吗？心里肯定一直有爱的人，就是心里他一定存在还是在那个很美好的待在那里，对吗？他一定是帮我那条通道给堵住了，就是外面是进不来任何人。嗯，那王姨她侄女现在怎么着了？跟你不重要，她要不重要，人家单身你就往下介绍我认识认识，我也难过好久了。哦，这是电视台发的吧？请3月25号到3月31日每日22点一次日6点到金鱼搁浅处值班，负责金鱼看守工作。但是值班的那个表上只有何跟一些不重要的人啊。不是，他是救生员值班，他不是看护鲸鱼值班。我们应该都是自告奋勇，然后因为有鲸鱼这事儿，然后都想献自个儿一份力。因为那个鲸鱼跟我们10年前的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今天的关键就是谁更早的在今天被催眠之前悟到了小海的死因不是意外坠亡，而是被大浪杀的。对，这是我觉得关键，因为我们其实5个人都是爱小海的人。对，但是越爱他越容易存在杀机。对，如果他知道了的话。下一位该我跟明儿说大的，我们发现了一个封得非常死的一个木箱，但是我们也是给它打开了哈。然后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一堆你曾经喜爱的兴趣，你给封存起来了。大家记得那3幅很漂亮的画吗？对。这个画，他的3幅画全都这个样子。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美好的那些过往，他全部都删了。唉，就是还是有伤嘛。哦，来了，观光车辆申请。所以您现在的工作是一个观光车的司机，对吗？我是巴士司机。哦，帅啊！协助运送搁浅鲸鱼救助物资。3月25号，这当天报道，当天报名。咱们就是说，每一个人看见这个新闻之后，咱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些想去帮助这金鱼的那种心理的那个愿望嘛？然后，因为我是个巴士司机，我只能开车，所以我向我们领导申请出一辆车，每天运一些小鱼，去给那个鲸鱼吃。对，就是救助物资啊。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病例。患者自幼年起表现出对黑暗环境的异常恐惧，夜间睡觉必须开灯，无法走夜路，身处黑暗环境时会出现心慌、胸闷、手脚发抖等症状。患者家长一直认为是胆子小，未给予重视。他不是胆儿小，他是先天性的黑暗恐惧症。所以呢，其实就是应该避免把他处在黑暗环境当中。但是呢，大梦想不这么看。大梦想不觉得自己是那个疾病的受害者，他觉得都是他的错。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就是因为我绝对要想，当时如果我不是那么胆小，如果你不怕黑，
你就能跟着他一起出去，你也对许会发现一些什么，发现一个事儿或者制止一些什么。对，就是这个事儿，咱们总在想如果嘛，或者我先去也行，因为你被砸了嘛，对不对？如果当时也许是小海的照顾你，我先出去，也许结果不一样。你知道，坏的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做有错了问题，而好的人总是会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对，他永远想说，如果当时我多做一步就好了。对，确实，还有一个特别对不起我兄弟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已经下到1楼了，我就是不敢去，又开始在那儿就是完全丧失理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等于说耽误了你的病嘛。因为当时你的耳朵坏了，也因为我。这个事儿是让我就是心里一直很愧疚，他聋了，他一边他就是完全听不见的，你对吧？的左耳没有声音了，对，离你心脏再最近的近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听不到任何声音。那刚刚他们一直在上面分析案情的时候，你点那是我转过去了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大梦想的打击也非常大。，对，那么他的杀机比我和明是多一层。啊，到这个。他这个把路线改变了。你为什么在188年10月15号的时候申请调整了路线17年前，17岁的时候，因为我是对我们兄弟这个心里的这个事儿一直过不去，因为我不是后来听说他那个耳朵出了问题，我就一直在自责嘛，我觉得都是我的错。然后呢，我开那个车那个路线会路过他们家，哦，然后我就申请就是不要走那个路线了，没脸见他，觉得没脸见兄弟。啊，有抱歉，但不会说。所以说你家门口就永远没有巴士，就是巴士绕人家开。永远没有他的巴士。人家都已经不方便，你还不往人那儿他就一开？直没赶上车，是不是？对呀，我以为你当巴士司机每天在他那儿等他，然后接他呢，你每天照顾他，你每天可以去照顾他一下。那你不当巴士司机，他家门口每天能多一班；你当他家门口少一班。可是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很难面对。会逃。好，这是大的，接下来我们去7的房间了。哎 ，X 国际高中毕业舞会，这是188年的6月28号，他毕业了。啊，我不是从我们这儿走了，出去了嘛，然后去留学了国际学校读书了，读了高中之后我就留在国外了，我就继续读了大学和研究生在外面，一直，也就是说从我15岁到24岁，我都是在国外。OK。这个是一个包，这个包里面全部都是镜头。对，在国外了。我原本是想要读像法律啊、国际关系啊，或者是社会学啊之类的这种专业，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把我所有的这些梦想都放弃掉。我觉得小海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替他跟我一起做一件，就是让我自己觉得我能够有他陪伴的这种事情。然后他最大的梦想其实是想去世界各地到处看看，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专业。所以纪录片导演是我目前的职业，然后这个上面的所有的旅行的标签是我到过地方留下的痕迹，然后这个就是我工作时候会用到的东西。这个就是小海。 7满分，带着小海去了不同的地方。对，这是我自己手做了一个小海的一个小人偶，然后带着他的这个小人偶去到我任何去到过的地方，希望他可以随时陪在我旁边，然后我也一直可以想念着他。确实做到。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是由7向救援队发出了申请，对，然后由救援队批复了这个申请，所以救援队确定
今天晚上9点半准时抵达，9点45进行爆破救援，就是说明其实7还在为救这个林晶来做努力、做沟通，说明他对于这个鲸鱼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对这个鲸鱼都有我们的一些有我们的情感呀。对，确实，情感投射。这个是甜甜蜜蜜一家人的聊天记录。爸妈，我月底有事要回来一趟。太好了，你也要毕业了吧？这次回来就踏踏实实的跟你妈学一下海珠路的祖传手艺吧。咱们家店以后是要给你的。哦，还没忘这事儿呢。我说过了，我是不会学的。导师帮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哦，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团队，我如果能拍出入职作品，3月20号左右，我就能收到 offer。如果没发 offer，我也打算留在某国入职别的公司。哎呀，妹妹呀，做纪录片又辛苦又不稳定，回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守护一下这家铺子就够了呀。这是在2月15号他要回来之前，对，发给家里人的一段信息。这个其实他是回来想拍个片子做入职作品的，因为这个 offer 它是有指定的，他必须要拍家乡的纪录片，所以我才回来的。拍了之后我就交上去了。但是到了3月20号不一样了，爸妈，我决定不回某国了，毕业以后就留在望潮峪。原本我是不准备留下来，但是20号这个时间点我准备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20号没有收到这个 offer， 就相当于人家没有要我这个机构，我没有能够去那里入职。但是你不是说如果没有收到，你也打算留在？因为我爸妈太想让我回来，就是接替他们手上的生意，然后另外还会有别的原因。他有别的原因决定要留下来。小海的事吗？来喽，这儿哦，我耳朵不好了。哎，是不是因为那个谁的耳朵？熏耳朵不是有问题吗？熏耳朵啊！耳科专家，耳科教授。其实这个也是你留下来的原因。我留下来的一个另外的原因的开始吧。我1月份就申请了这个入职，然后2月份回来拍这个纪录片，然后我当时在一个街上，看到了一群小朋友，然后就拿着滋水枪在滋一个人熏。对，然后呢，旁边的大人就在说：“你们都别滋了，就是熏叔叔已经耳朵这，你别再欺负他了。”25岁就叫叔叔了，24岁你还想叫哥啊？小哥哥。就大家都在那欺负他，然后这个人的状态跟我之前认识他截然不同了。之前他是阳光的，是皮的，是闹的，是会跟我这种打来打去这种，但是他跟那个时候的活力没有了，生机没有了，他就整个人非常荡，所以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会过成现在这样？因为我本来以为他的人生可能会不说有多么好，但是最起码不会像现在如此差。所以我就到处打听，后来发现他的耳朵就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而就再也听不到了。我就想帮他，我就到处去找这个国际耳科的医生，收集他们的资料，我想去劝他。然后我在3月15号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了，我想跟他说一说这个事情，想要让他配合治疗，看是不是能够把耳疾治好。但是他当时给我的状态更荡，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听不进去根本就，对，他不想要治好耳朵，他觉得他人生就这样了，他也甘愿就这样了，他觉得这样就好了啊，没有了生机。我当时看他状态，我特别无力，我就觉得我连递出这个资料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就。那会儿其实你还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offer， 对不对？因为3月15号你去找他嘛，我还不知道。所以其实你本来想说，如果你要离开这回 X 国的话，你就想说这至少之前帮他多做一些事情，对，能多做一些什么都是好的。这个我很震撼。推荐生考试时间通知单
7满分同学，学校已经收到你不同意延期的反馈，原定考试时间不变，请您于 M185年4月15日10点准时参加推荐生资格考试。所以说你其实因为他受伤，你想延期考试，但是没有被同意吗？不是，是学校想提出了延迟考试，7同学说不同意延期，所以考试准时进行了。那时候的勋已经因为耳朵的问题在医院接受治疗。因为这个名额是我们2个2选1，对。然后当时他在医院，学校就提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到他好了之后我们再考？但是我当时因为，当时我也说了，对他是无感，我不知道他有对我的任何，你还是认为，我认为他是讨厌的，对吧？就是我觉得下药了，对。然后呢，我又觉得我想出去这个心是迫切，当时很迫切，说实话。然后再加上他前一次考试考了第1名，我考了第2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我内心其实非常的忐忑。我想说，万一我又没考好，这个名额可能就不是我的了。所以我就狠下心，觉得我不要同意这个延期。当时我还很庆幸，觉得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走了。但是当我回来看到他所有发生的一切了之后，我就特别的自责。我就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如果他真的参加了考试，可能走的就是他。至少他状态不会那么不好，对，不会那么不，或者是不会过得那么不好。没有那么多如果呀。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离开是不是换走了他的人生，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决定要留下来。我觉得要把自己锁在这里，把我的梦想埋起来，是对于自己这个愧疚最大的一个交代吧。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你最好的那个朋友的死，和你现在觉得对这个人有愧疚的他的惨状，都是跟甄大浪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你对他的恨，对吧？但是跟甄大浪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好 ，OK， 这是7满分的故事，全部吗？全部故事。但7的故事线肯定还是不完整的。你3月20号突然决定完全不走，肯定还是会有另外一件事情稍微刺激了一下你吧。首先第一个是我没有收到 offer，这个可能跟我预想也不一样。然后另外，我刚才跟爸妈的聊天记录也说明，他们反复的要求我回来管家里面的事情。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把这个考虑成一个选项，但是我可能就再考虑了，但我没有做决定。但是因为看到他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要对此付出一些代价，叠加了我20号没有拿到 offer 这个事情，所以我20号决定我不走了，就是我把我余生的日子留在这个岛上。我们要这么痛吗？而且我跟他说了，我要一直留下来。啥时候跟我说你要一直留下来啊？你哪天跟他说的呀？15号当天。15号你跟我说你要一直留下来？对，没错。不可能。我拍拍他的肩膀，小声的跟他说道。你拍的是哪边？你是从我这个耳朵说的吧？哦，我在他左边说的，左边，因为他觉得左耳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哦，但是我当时说的是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啊。但是我听的是，我知道他终究要离开，我不想放。劲爆的来喽！心情好，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包裹的非常严实的。我们甚至以为它只是拿来垫高某个东西的一个配重或者是垫的东西，它是密密封包起来的封印。然后结果这里面是病历，患者病历，姓名心情好，现病史，患者头部受撞击后意识不清，清醒后主诉左耳剧烈疼痛。诊断结果：左耳合并颅骨骨折，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左耳重度耳聋。我更自责了。Oh no！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当时他受了伤，马上送去医院，就有机会。对，这就是大的遗憾。这就是大的遗憾。也是勋的遗憾，也是7的遗憾。是的。然后他走不了了，其实他本来是想跟你一起走，他想保送。你心里是你们2选1，他心里是他通过保送走，你再考过去，你们俩就一起去了。记不记得当时有一张是你们俩的同时入围了候选人的这样一个海报？
他把它剪下来，用塑封作为你们俩的合影珍藏起来。哦，一开始等于我醒了之后呢，我发现我左耳听不到声音了。这个医生告诉我，我这耳朵是无法康复的。我以后呢也不能坐飞机或者轮船，所以我呢就注定一辈子要待在这个岛上，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出去。我在住院期间，我就得知他去了国际学校，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完成他的心愿，我还是很高兴的。然后，因为我跟他也没有合影啊，所以我就说把我们俩这张照片存起来，放在这个小盒子里，就是留下来做个纪念。那4号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之前的那个小船。那个小船上，我就看见了大家都把之前抽的那个勋章放在这儿了，那可能是想要跟过去告别。我看到了有粉色、棕色和蓝色，就是我是第4个去的。对，我是第3个去的。退学申请表。申请理由是：尊敬的校领导，我是高2学生，心情好，因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不和睦，难以适应集体学习环境，身体状态已经无法支撑继续在校完成学业，经慎重考虑，现申请退学。高2学生这么放弃自己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带着那个人工耳蜗，然后就上了高中嘛。上了高中之后，我发现渐渐大家都欺负我，骂我是个聋子。然后你戴耳蜗了？戴耳蜗了，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因为他们看到你戴这个，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和我们不一样，怪人，就总是拿我开玩笑，就是冷嘲热讽的。实在是在学校念不下去了，我就决定接手我爸的这个鱼铺，然后我就去卖鱼了。但其实我卖鱼，大家还是对我是总是开这种玩笑。后来渐渐的，我就把这个人工耳蜗就拿掉了，就装作听不见，然后也其实不想参与他们任何的讨论。这个震撼了啊！这个可以拆吗？哦，有信。录取通知书。哦，这7，他把它偷了吗？这个是7满分的 offer。他在今年的3月15号，由这个某国的 Observe 团队寄给了他这个 offer。你已经通过了考核，诚邀您加入本团队，并且共赴现场记录真实。收到通知之后，请尽量与团队对接，报道与启程事宜。为什么会在你那儿啊？因为3月15号那一天，我在鱼铺卖鱼的时候，忽然看见了他，他就跟我第一次看见他一样，还是那么耀眼。我突然间好像就是人生有了色彩，然后我就想，怎么才能吸引到他？那我当然知道他现在看着我这个样子，肯定不是爱，是一种可怜的这种情感。但是我也觉得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稻草。哪怕能让他多留在我身边一点点，即使他可怜我也觉得我愿意。3月20号那天我去取信的时候呢，我看见有一封信是寄给他的，我就把那封信拿走了。完了之后呢，我看着这个信，他成功的去某国了。对，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做了一个选择，就不让他走。还是狠的人。后面还有别的事情。跟这个 offer 在一块儿的还有一个这个，是7师兄寄给7满分的，说小7，你心心念念的 offer 已经顺利通过了，这边的住处啊、生活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妥当了，你安心过来就好了。有些话我想借这个消息告诉你，我宣你很久很久了，希望在 X 国相见时可以收到你的答复。然后底下应该就是勋说的，即使是怜悯，我也要把他困在身边，只要属于我就够了。后面还有7师兄的样子，感不感兴趣？看一下。哦，真的，看一下看一下。
因为我太恨这个人了，脸都抠掉。这人已经心理阴暗到这个程度了吗？你知道我有多当年他对你的情感可以让他从垫底一直努力到第一名，现在他就可以做出这么坏的事情。朋友们，既然话聊到这个份上，我们的第一重梦境可以结束了。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重梦境。死者是勋，什么玩意儿？现在我们要找出杀害勋的凶手。我觉得应该是7。我现在知道了，我要动手了，你们不要拦着。自古红蓝出 CP， 哎，是哎，为什么？真的 CP 嘛。所以这就是勋的故事。哇，这好揪心，好难过，好难过，因为年少时候本来是那么励志、正面向上的一段美好的感情，长大之后变成这么阴湿的一个故事。但是他的所有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而言，如果他提前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是因为真导致的话，他可能对于真的恨意会更加的强烈。那当然。而且这个证明你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很极端的一个性格。对，他从小应该是了解我被父母困住是一个对我来说多大的伤害，但是他却用他的方式捆住我，所以你还是逃不出去。但是对，就虽然你做了一个这么荒唐的事情，但是对出于我来说，我特别难责怪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好恨啊。对。但是可是你恨的不是他，我觉得你恨的不是他。其实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后面遇到的所有我们那些难，都是10年前那个人给我们的。对，而那个人只是为了20万块钱，他要解自己欠的这个债。当时14、15岁的我们其实是自由的，而且是奔放的，而且是能创造奇迹的。是可以从最后因为想要到一个女孩子身边，他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考到第1的。可是今天你看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就是被困在一个困局里。来吧，朋友们，我们先看看这个真假，先看真假吧。好妻子，甄小海的生母带着甄小海改嫁，改嫁完之后，其实在81年之前，那个其实他也就不在了。对，大浪带着这个并不是他亲生女儿的小海，你犯吧。对，然后他背面写的有字儿，只要他乖点，我就把他养大。其实就是他对于他本身没有情感和恶意，只要不要伤害到我的利益就行，就没有虐待他。对，也没有虐待他，但也确实没拿他当亲闺女。哎，你看这不就找到了吗？梅毛兵医院检查报告单，甄大浪其实在185年3月1号已经检测出来了，他双耳听力下降、听觉下降，伴随间歇性的耳鸣。哦，他本身还有这问题啊？对。就是在他杀害甄小海的第一个案件的发生之前，其实他就已经被确诊了双耳听力下降，就他有点听不见声。这是一个他的日记本。哦，是当年的那个当年那个徽章，小海的徽章对吗？就是那个徽章，他那个荧光色的徽章，对，其实就是可以佐证在当年9点38分的时候取走徽章的人就是他，就是他。因为这个徽章在他那儿啊。然后后边更实质性的证据直接来了。M185年3月31日，就是10年前案发当天晚上，我看到小海从沙滩回来，旁边有搁浅的灵晶。没想到我在天台商量卖灵晶时，给有钱佬打探照灯，他突然跑上来，他告诉我他们拯救鲸鱼的计划。真的跟他说了计划，对，真的跟他说了计划。想阻止我卖灵晶，还告诉我大和勋在仓库，央求我去救勋，简直是赔钱货。大是全岛有名的胆小鬼，很怕黑，就他也知道你怕黑你大老爷们儿没事说我胆小，
我在发生那件事后，那件事应该就是推那个女儿下去，及时做出补救措施。补救措施就是断电，因为那天晚上一定有人做出了烧掉这个线来断电。等卖掉灵晶，船厂的窟窿就补上了。补窟窿。还有下一张，4月1日，可惜还是没有卖上灵晶。果然如我所料，甄小海死了的秘密没人知道，幸亏我在他身上装了定位器，让我能在事后找到他，妥善处理。应该就是埋在了那个桥底下。而且这些家长赔的钱刚好填上船厂的窟窿。甄大浪去我们家闹了，就等于每家都闹了，他就会觉得说，你们这帮小孩撺掇着要救鲸鱼，救鲸鱼，救着救着把我姑娘给坠海就失踪了，你们要赔钱。等于就是之前都去各个家里都去了啊，都去了，我们都赔了，对，都赔了。而且他明知道这人是他杀的啊，那没事给他。然后这都是当时发生事情，这个是还有电脑。这就是之前的哦，就前面那个通话记录。这是185年3月31日9点02分甄大浪拍的。为什么没卖掉？就是因为他女儿死了。没有，是因为这样，他把女儿给弄下去之后呢，但其实导致的结果是一帮人你们开始叫着救人啊，然后叫着什么说哎呀这个事儿就水里啦，那边就人来人往，然后人来人往就乱了套了。然后肯定你们又叫家长的，包括他又受伤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发生完之后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当时就仅仅是因为小海是赔钱货，然后不让他去就把这个灵晶给卖了，仅此而已，就是把他给推了。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时候吵起来了，因为小海不让他去用探照灯，你注意那个探照灯的位置就是在栏杆的边缘，他从这掉下去了。等于在那儿他们推推搡搡，他可能就把这个女孩给推下去了。也有可能是失手。他手受伤，这就是之前的哦。这个是我们的专职 vlog 记录员。他是在3月25日发现的，说10年前见过的鲸鱼竟然在10年后又回来，真是让人感慨。他这个浏览1是说证明有人看过，对，看那视频。哦，那个，这是那个秘书郝维熙。这是那个我们后来当时的素材。对。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你们所有人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反应过来这东西是什么了。不是，但是我觉得衣服跟甄大浪穿的有点像，一个是甄大浪穿的有点像，二是你们在梦境里边看到这个视频的那一刻，你们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其实真正杀害甄小海的人应该是甄大浪。不是10年前我们不一定看过，没有看过，是这样的，他其实呢，这个浏览1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就看过这个了。对，哦。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当年我们5个没有人意识到跟甄大浪有关系，然后因为了这一个鲸鱼的重新出现，让郝维熙把当年的这个素材叠到一起，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当中的凶手就发现，哎，这个画面他一下就能所有东西都能盘过来啊，就知道是甄大浪了。然后紧接着下一个。就是说他提前阻止过大家要炸这个桥的事儿。对，当时去那个电视台闹。河坝，您别说了，您勋妈也签了。
明爸也签了，都签了，明爸这不是吗？勋妈大爸。因为他呢知道啊，大家要炸这个桥，然后他知道尸体呢埋在这个桥下面了，所以他呢就撺掇着你们各位的父亲母亲，就说就这些老一辈的人说这个东西不能炸，这个炸了我们岛就祖宗的魂儿就没了。但这个也其实刚修了10年，这个栈桥。下一个天台了，天台就是有这么一个，对。哦呦，是这儿的漆，这块的漆吧？应该是，因为他顺着是这儿嘛。对，就是这个死者他右边胳膊的那个位置有特别明显的漆的痕迹，他身上确实这味儿挺大啊，这酒味儿。这边。衣服。哦，粘在上面了。它可能是这样放在这儿，然后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导致它震动之后，它就这么擦一下，就像这样嘛。就我本来在这儿好好的，我这么摔下去的那个过程，我全部的重量是压在右手，然后这么蹭下去的。所以他的致命伤是脑后哈，确定。对对，我倾向于他致死原因可能就在这儿，因为首先第一，天台上没血。对，天上没血，这很吻合。第二，它这个血的溅射的痕迹非常符合摔下来之后，因为他肯定在那儿起码要有15分钟以上躺下的时间。关键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让他准点45分掉下来？还有别的线索吗？对，这个刚刚大家可能也看过了，这个就是 M195年3月29日，有人通过后台调取过 M185年3月31日的车辆数据记录。有人在调查。3月29。对。因为有人肯定是3月25号看到那个视频的那个内侦画面，有人从那儿拿走东西，有了疑惑，导致发现可能 M185年的案发现场并不是真正的坠海，不是海里，是摔在了那个车上。他想到这一点，他就去查了这个。哎，对，也就是说，真正凶手的杀机产生于3月29号。对，他是有人在调查，不能说明29号就调查出结果吧？哦，他只要查到了这个车上。调查的结果应该就相对比较明确了。对，因为相关的人在那个时间点有3个是在一起没有分开过的，还有2个是被困在仓库的，只有可能是真大郎，对吧？对。所以相当于3月29号就是他起杀机的时间点。他可以有大概2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一切。但是那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会有今天9点45分的这个爆炸。最早知道有今天9点45分爆炸的是七，他是对。不，我跟你们差不多同时知道的，我是中午知道的。你们是今天中午知道的吗？12点，我是今天中午我先知道的。我想知道这个知道爆破消息的。有，我直接给你看，有线索的。他是8点钟，救援队给他建议说，如果你想救，必须要开辟新的水道，要爆破，他就去申请了。12点的时候，他得到了申请，然后于是救援队通知他9点半准时抵达海湾，9点45进行爆破。也就是说，他比我们稍微早一点，他是中午12点知道的，我们是下午去了电视台知道的。没错。但这个东西他就排除不了任何人了。有信息、啊。稍等，我收到了一个信息，请说。因为我刚刚不是拍了那个车辆的牌照，发给了我们刑侦的同事。经筛选确认，心理空间中关于真大浪的电脑和电三轮的相关信息出自同一人 M195年的记忆。另外，同事调查发现，有人匿名调取了 M185年4月1日3轮车的维修记录，
记录显示当日曾对车灯损坏及车顶凹陷进行修复。哦，当时不是那个，就是他查完这个信息之后，全部对得上确定了是真大浪。明白。也就是说，我们5个人里面，在进入到心理空间的时候，有4个人是带着当天晚上的简单记忆。可是其中有1个人在被刘催眠催眠之后，他带了这2天新加的 vlog 的这个细节和3轮车的那个记录。对，心理空间是通过参与这个催眠的很多人的碎片拼凑起来的。当时14岁、15岁的我们，可能有人看到这个山岔记，有人看到那个尖的石头。当时没有沟通细节的小朋友，并没有把它凑成套机关，所以我们在10年的时间内也没有去查这个真相。所以后面的这个 vlog 才引发了这个人对整个当年真相的一个追寻。哦，这个厉害。什么事儿？哦，海浪的声音。是，冲上肯定是岸边出来的东西，来。我们应该出去看一下。我的妈来，呀！我走你前面，别害怕，我走你前面。不敢往这。到底走哪儿啊？一样，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啊。星鱼的位置不对吧？没有不对啊。星鱼位置对吗？没有不对啊。这个就是被炸塌的桥。之前这是连起来的，它卡死在这儿了。对，它卡进来出不去了。是这样的，10年前它就是长这个样，但是10年前没有这一块，但是当年它就是在建，所以那个该死的真大浪才能把小海的遗体放在桥墩里面藏起来，让它变成了白骨。那个船是不是回来了？哎，那个船回来了，船回来了。那船之前没啊？船不是放走了吗？我推走了呀。对，船回来了。哎呦，船回来了，好样的，小明啊！哎，这谁的书包？徽章都在里边。对，我们5个的徽章。哦，对，有一个在他那嘛，对，差一个荧光的。哦，这谁的包啊？怎么？这是那个小海的包呀。小海10年前的包啊？对，这有没有新东西啊？有没有新东西？定制徽章。修复器。已按照您的需求定制了6枚徽章，其中1枚为荧光隐藏款，按下按钮可录音60秒，录音时会亮起红点。长按按钮可以播放录音的内容。如果徽章无法播放录音，可将徽章放在修复器上进行修复。修复完成之后，将内容发送到扫码手机。侦探，扫吧，侦探。那个荧光闪红点的徽章在真的，是那个谁的徽章？只有荧光款可以亮红灯，视频里是亮红灯的。哎，那个徽章在那个盒子里面，在锁的这个盒子里面。对，密码应该知道了吧 ？MATE。对，哎，超妙，哎，是不是要把它给拿出来一下？是这样的，先放在上面，然后扫它，一会儿它就给发过来。哦。修复中。走吧，回去吧，还回去吧。走。我想看看这沙滩上还有啥线索。这鲸鱼是能搬吗？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呦，是什么？还真有东西。哎，什么东西啊？一喷即睡，就来了。对，每集必有的一喷即晕。你只要找他，约他去那上面喝酒，走的时间完，你一喷就睡了。他楼上那个楼上，对，一喷即睡。那他肯定是把它喷碎了之后放在那儿。那是啥？
那个尖尖的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能放大？我可以上去看一眼吗？可以，我上去看一眼。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我上去看一眼。我也没有上去过。小明快跟我，咱俩上去。从来没上去过。案发现场包括楼上吧？当然，因为他是从楼上下来的呀。他说楼上的屋檐啊，那不就是楼顶吗？楼顶啊，这上面呢？这上面呢？你踩这个哦，它这好像是个台阶，这一定不会有吗？慢点，慢点。哎，好像真没有哎。那下来吧。这个挂绳的一个点，是不是？挂绳的一个点。哦，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哎。慢点，哎，何老师小心！手机，我能拿，我拿到了，是个手机。哦，何老师看见了一个手机，何老师厉害啦，太厉害了！这是谁的手机啊？那应该是甄大浪的了。老师又是这么厉害，又发现了手机啊！这眼太尖了。这个手机有一个信息，是他在今天的21点44分定了一个闹钟。44分，给他震下来了。这谁的手机？这是一个无名氏的手机，没说。这个具体在哪个位置？在那个缝里边。哪个缝里边？它有一个中间那一层，中间那一层的，它不是2层吗？它中间粘了一个这个粘在上面的。他没有完全听不见吧？他只是耳背，对吧？他不是听不见，耳背，他不能是听不见呀。那定闹钟其实是想让他捡这个手机吗？一震一晕，然后手对，你看还真是就掉下来了。下手说对了，下手说对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9点44的闹钟会在9点44响，但是这上面有重量是9点45哎，就是它等于有1分钟了1分钟。但是有个问题，那一喷即蒙是干嘛用的呢？一喷即蒙是把它蒙完之后能一直固定在那个位置，但是那个蒙的东西它就是闹钟。不是，但是何老师说那会儿他捡手机呢。一喷几次会被正常唤醒啊，会被正常他唤醒。耳朵不好，但是手机能给他正常唤醒。但就是在44分之前他已经晕了，44分把他震醒。因为我们在30分9点半之前，因为我们所有人9点半在一起。我有一个点，其实凶手一直想做的障眼法叫9点45的时候，他在这儿喝酒，喝酒完之后一声剧烈的爆炸吓到他，他坠下来摔死了。这是凶手想做的事情，对吧？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凶手提前把他迷晕了，放在这里定了个9点44的闹钟，闹钟响1分钟把他给震起来，震起来之后再等到9点45爆炸那一刻再掉下来，这个太不可控了。我再有来想一个想法啊，因为45这件事只是要证明他的不在场时间，因为45一定会爆炸。对，我们9点半到45，肯定是在那儿看爆炸呢。对呀，所以他之前设定的就是他捡手机摔死。对，我也觉得这么想。不是你刚才那种捡法，他这个能蹭上印吗？能，当然能。其实他就已经卡在边上一点点了，就把它放在那儿了。他只要一醒一动就掉下来。应该是有可能。就是唤醒他，大差不差，就这么意思。他肯定跟凶手的动手。这个只对我刚说这个半分钟这个东西有用吗？30秒有意义吗？就让他拍到了，他在拿这个，他拍那个 vlog 里头是亮的，对，就说明他必须得有人经过。那如果这个路灯没有亮的话，因为下面没有人经过，他在天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亮的？所以他不知道是在哪儿，他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躺在旁边，听到下面有手机响，迷迷糊糊拿，砰就摔下来了。他只要动就要掉。这么容易死吗？人就是很脆弱的。我想看看这个小酒瓶子到底是不是有啥。哎，发到了，来了，这么快啊！录音内容。M185年3月31日晚上8点50分，10年前啊，希望鲸鱼能顺利回到广阔的大海去，就像我们一样长大后的，这应该是小海自己说的。然后
9:39，说因为设备老旧，仅保存部分内容，录音内容为浪浪叔，浪浪叔，就是这一段，就是浪浪叔，浪浪叔，他得挣扎呗。对，不是他不可能管自己的继爸父叫叫浪浪叔啊对，应该是所我们。以说应该是你们其中有人喊浪浪叔啊。39，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结合好维 C vlog。38分，郝维 C 开始拍摄 vlog。他的视频是从他自己办公室开始，转向了海边，是黑的。所以当他过来的时候，是因为路灯亮着，对，他就拍到了真大浪拿着一瞬间。这个时候其实差不多已经到39了。对，他应该是拿勋章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了，他已经亮红灯了。对他正准备把它给收走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喊浪浪叔，浪浪叔，他就只能把它揣起来，揣起来，装到兜里之后一起说，哎怎么着？我对发生什么事儿？可是我没明白，就是说浪浪叔如果说当时看那孩子了，他不会把那孩子怎么着吗？因为他这个时候一定要极力掩盖自己啊，他就装作走，因为这个所有事情没有被发现，他在38分以前已经把尸体全部安排好。声音证明在39分的时候，他在三轮车附近看清楚了是浪浪叔。起码那天晚上一定有人找到了真大浪，但你们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找到真大浪。是啊，对，这个浪浪叔肯定不是你们两个，对，因为超隔音。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说他遇见了浪浪叔这件事儿，跟凶手有什么关系呢？对。其实我也在想，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能指向凶手？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满岛找大人们真大浪，为什么10年了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当年他是第一个遇见真大浪的，对不对？他在39遇见了，他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其实他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荧光色的徽章，也没有任何把他和小海的死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后面他看到这个 vlog， 和他当年在39看到真，他会更联系起来，所以才有可能确认真大浪是谁。就是证明他可能是产生了怀疑。我来说一下我的时间线，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时间线啊。就是39有可能遇到浪浪叔的是谁？好吧，我是在35分发现了小海之后，分了3路，小明去找真，他去找大人，对，我去仓库，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时间点是在仓库，往仓库移动，去到那儿使劲捶门。说大，你们在吗？勋，你们在吗？没人理我。对，我非常着急的时候，这个时候郝维 C 才出现。郝维 C 出现之后，我就告诉了他小海坠海的消息。然后这个时候，真大浪和大人们，包括我爸爸来了。那把你排了呗，这意思就是。我是说我的时间点。你去找真啊，然后你说你去了真的家里没人。明是直接从这条路就回去了，找真大浪没找着。我是从这里下来了之后，从这儿拐了一个弯，然后这样子走，然后回家找大人。我是这样一个路径。我从这儿走的话是完全看不到那边的，这个是树。那你也有可能碰到他了。我是相当于在我是这样过来的，就他那个时候正好在这儿。就是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这么高。哦，是全封闭还是？封闭，全封闭啊！我要再看那个视频。所以说这个板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对。侦探，那个玩意儿是否这儿的？从这儿看看不到，看不到的。不，他说是这个高度。看得到，看他呀，明显的比他高呀。如果它不是这样子的灰的话，它如果是亮的话，你能看见是亮的，是亮的。你想给他擦一擦是吧？对，好，那我服你。你够了吗？高度够了吗？这不行，我真行啊！站到那个上面，哪有水？怎么样？给我。
直接小救水，小救水，我浇点小救水吧。哎，谁擦掉的？我擦的。他擦的。哎，我站在这里能清晰的看得出来我非常是谁清晰吗？啊尤其是周围全是暗的，这里又30秒，只有有人过才亮这个路灯，所以它会非常的醒目。明白。那就要排有哪些人是能够看到浪浪叔的？他这儿这么高的话是能看到的，对不对？对，对，我是可以通过这个看到的，应该。侦探，这啥呀？对，这个在咱回忆的时候，我跟花儿说来的。那之前那块那个镜子是也可以看见的吧？对，用那个镜子可以直接反射到这儿。对，我去1楼大的房间看，因为它这有个窗。哦，这么高啊！可是这么高能看见吗？可以看到。可是这个仓库不是超隔音吗？对。而且哇，你这窗户能开吗？哦，能。你这可以开。哦，能开。可以开呀！啊，这可以开呀！可以。如果一旦开了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录到他的声音啊。那我看看楼上能不能开。我不是坐在这儿吗？然后我觉得刚才我坐着的视角，我看这个窗户这口玻璃块，这儿能看见啥呀？有草哎，能看到下面外面有个小车，可以看到。那个侦探，那2个窗子都能打开，可以打开，窗子都能打开，都可以打开。那所以你也有可以看到的点，勋也有可以看到的点呀。等于最后变成了一个，就是变成屋里俩人看到了。你在哪儿啊？当时我在这儿走，我的确可以通过这个看到这里。所以说能看到的完整看到的是他们仨，对吧？其实就是排了小明和我嘛。对。如果这个窗户能打开的话，你的关联就会更强，是因为这儿的点是在于，如果39分这儿亮了。你一看见光亮，你就立刻来这个窗户，通过这儿看到那儿有浪浪叔，你喊浪浪叔，浪浪叔，浪浪叔没听见，收拾完走了，过了30秒，灯又黑了，你就接着在里边哭。对。哦，对，也是，但相对而言，他的可能性弱一些，因为都这样晕了，你都已经这样了。但是他说他晕了嘛？但是他后来确实耳朵但他确实就是他那个伤重到那个份儿上。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窗户看到，哎，浪浪叔，对，因为肯定都看到，但是真正意义上看到的可能性里边，他的可能性肯定会弱一些，因为他确实有一个，而且我觉得这里边重伤的较强的肯定是你们2个，一个是你从那儿会很清楚的看到，而且我觉得你有可能喊浪浪叔的人可能是你。但是我有一个，比如说我从这里走，我要去找大人的心情。你想，我当时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最好的朋友又是浪浪叔的女儿，然后我从这里，如果我看到浪浪叔，我会放弃不叫他，继续找大人吗？不会啊，不是。对啊，我一定会答应他，我一定就回来了呀，我就去找他了呀。但是有可能浪浪叔是耳聋的，所以他没有看见他，他也没有听见他。对，而他看到浪浪叔消失在这里面，有可能会喊你女儿出事了，女儿会出事了。但是呢，当然因为这个是录音，
缺损了，所以也许也有这个声音，他也觉得浪浪叔会听见了，他看浪浪往那边去，因为只有这条路可以去，他也以为浪浪叔就是往海边去救他了，然后因为浪浪叔往那边走了嘛，是他只能往这边走去找自己爸妈嘛。佳云，凶手看清楚，这人是浪浪叔。对。其次呢，凶手不知道浪浪叔在那干嘛。对。对，因为我看这个角度啊，比如说我站他那个原来的位置的，我站那儿我是看不到你们的。如果这个格上的话，对呀，他第一看不到，第二他听不到。那个侦探，为什么浪浪叔对这件事情毫无防备？第一，从他的视野里面他看不见这个人；对。第二，他又听不见这个声音；对。所以他以为他拿徽章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而当时目睹的这个小孩也没有任何把他和小海的死联系起来。直到10年之后，他看到了郝维 C 那个视频的那个红灯和那个徽章一亮，他才联系过来了。现在只能说他看见了浪浪叔，但是他没有看到银色徽章。那肯定没看到。如果看到了银色徽章，他死了之后，他就立马知道那徽章为什么他会从这儿取。对，他在10年前他就会对这件事有疑问。对，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印证为什么要去调查这个车。对。来吧，大家组织一下发言吧。我们从你们两个先开始吧。我们两个？对。为什么？因为何在那个位置，他一定见不到真。我那时候在里面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觉得郝维西就是听到我一直在底下喊有人吗？有人吗？他才会他是被我架下去的。对。起码验证了是真的是郝维 C 下来的时候，何一定是在一起在那个仓库的。那去真家找真的是另外一条路，小明也不在，就是他们没办法看到浪叔。君那个房间是可以能看到，但是从君起码真实的受伤反应以及他已经严重到现在为止左耳失聪的情况下，他在中途过程当中醒过来的可能性，他除非说特别寸的醒了一下又晕了，因为进去之后发现他确实昏倒。所以说，在那天喊浪叔叔的人，一定是看到浪叔叔的脸的人，是你们两个的嫌疑。好，来，先帮我点开大的房间，我们看着他的那些线索，就是看看我杀机重不重，是不是？帮我点一下2。看这个你们就心虚了，因为我杀机确实不重。不，他的愧疚，他的杀机无非就是他的愧疚。不，你杀机还是重的，因为我觉得你的杀机会再加重了一下，是你对于勋非常愧疚。我对勋确实是愧疚。但如果你去了真的房间，你可以看到真的日记里边写的他去断的电。他没有说他去断的电，他只是说我是一个容易被欺负的小孩儿。这日记里边写的很清楚，是不是？你翻开那个，你翻开那个线索，那线索只是写我是一个人尽皆知胆小鬼。我这么自豪的说这句干嘛？哎，我记得是底下写的我，你看，央求就写大是有名的胆小鬼很怕黑。对。能让我在发生那件事之后及时做出补救措施，就是断电。小海已经在10分之前跟他说了，里边有2个人，你能不能去救他们？10分他把小海推下去之后，因为他10分到16分才上车把车开走，这6分钟都干嘛了？断电。所以那个门也是真反锁的，不然他能出来。当然。断电加反锁一套嘛？那不然是什么？那你也在补你自个儿的这种脑洞。我觉得补救措施还有很多种方式，因为那天晚上一定有人做出了烧掉这个线来断电，他不可能是你们其中的其他人，也不可能是凶手自己，他同时也不可能是郝阿姨。所以说，对于你而言，如果你看到那个日记，你会想到，哦，那天晚上原来捣乱我不让我能救到人的人是。你大浪，你不仅害死了小海，你还断了电，导致我在那儿特别无助，没有帮到我的好兄弟勋，导致他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他这个耳朵一直失聪。如果
他让我慌了之后，我就彻底闭上眼睛不敢看这个世界了嘛，因为我特别的崩溃嘛。但是他一直叫的话，那我怎么还可能看见旁边有那些灯啊？不是，是这样的，一定是大浪断的电。但是首先他真的有没有去到真的房间看到这一切？对，因为一个上了密码锁的本儿，就根本没人看过。所以呢，如果不是的话，他其实只能凭借对小海的感情，小海保护他，用手电筒给他照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3张非常美好的画来记录那时候的美好，这是他所有情感的出发点。投射，对，但是知道自己的所谓的愧疚，其实都是因为大浪害的，这些目前没有证据支撑。他比较成立的点是，他看到浪叔叔走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作为，因为他被困在里面了。你困在那个屋里，你虽然很怕黑，但是外面突然路灯亮了。在黑暗中的人，怕黑的人，睁眼跟闭眼没区别的，因为你睁眼也是黑，闭眼也是黑，所以说在黑暗中的人，大部分人可能是会睁眼的，闭眼都能感觉到光。他会闭眼，他就假装外面不黑，是一个那个对心理安慰。但是我觉得他不见得会一直闭眼，这个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判断的嘛。确实，因为当外面有光出现的时候，一定会趋光。对，而这个时候呢，他隐隐绰绰看到那个上面好像有人经过，他拿小凳看到了镜子里面，且他要到小凳上才能推开那个窗子喊浪叔叔，浪叔叔。而浪叔叔第一看不见他人，第二听不见他声，所以他就走了。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其实现在呢，我觉得盘杀机里面，七在我这比大要，对，我的动机肯定比他要大，因为你最好的朋友的死和你现在觉得对这个人有愧疚的他的惨状，都是跟真大浪有关系的。然后呢，只是我没有办法解释他看到了他却不去继续做行动的这个可能性。对，是。即使我还是没有完完全全排除勋。因为勋其实无论从他现在的绝境，还有他对于自己处境的这种愤怒，但是勋在我这里还有一点就是，确实他这个受伤和昏迷这个，他留下的空间太小了。而且醒来那声“浪叔叔”是军喊的，我确实这儿感觉有一点点。不是，我只能这么浪。然后还非得杀浪叔叔，不太可能。我杀浪叔叔都没，我为什么要杀浪？没必要。我杀完浪叔叔，你不就离我更远了吗？我其实一直的就是爱他，恋爱，他也不是恋爱脑，他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对美感的少年美好的情感。对。因为我那个位置是2楼，2楼拍我 log 那个位置是2楼，是能看见亮光的。也是能看见那个银色的那个徽章的，但我觉得君有一个点在于，他的杀人动机完全不如我们强哎。他强。我们会杀大浪肯定是因为我们跟小海关系好。动机最强的是我们2个。对，虽然说我觉得何发言特别好，但是我不排何，我没有想过要排除何。因为我的那条路，无论我的时间点和我的路线，我都遇不到在车那的真。如果我没有遇到在车那的真，你通过现有线索就判断不出来。因为我看他灯亮的时间是在38分半啊，而且39录的那个音是最后才录到音的。不是先录到音的。不是39，他是最后的时候才有那个3个浪叔叔吧？不，录音内容是浪叔叔，浪叔叔，然后省略号。他如果在中间的话，他一定是省略号，浪叔叔，浪叔叔，省略号。你觉得我是在哪儿看见他的？我觉得就是你俩是相遇的。在哪儿相遇的？仓库门口。在仓库门口就没有意义。浪叔叔必须是在车那被遇见。了解吗？不然的话，他不会从后面的 vlog 联想到，哦，是他杀的。我在仓库看到他，他就只是一个路人。你在仓库看见的话，他就只通过那只手的话，他判断不出来。他就跟郝维熙是一个身份，我也是在仓库门看到郝维熙，对吗？那其实最后矛头，我觉得不像你的话，那只有大老师了。就
其实就是两个位置，就是7跟大。就你更相信7还是更相信大？然后，那我现在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补充一下，今天案发时候肯定是有人把浪给约上来了。那我们这个事情要不要考虑你们两个谁会更好约，或者说你们两个谁叫他会有一个合适的借口？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不可能是把他在下边迷云抬上去的，那不管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都很难操作。他说了，他要拍纪录片啊。他说我给你天天帅啊，这样就感觉有点无间道的意思。说你后面那太阳日落了啊，往后再退一点，给你一个日落。对，黄金5分钟。你说，因为炸栈桥这件事情是7负责的。对，如果他想要保住这个栈桥，他得跟7聊。所以7跟他说来天台，咱们聊聊这个，他会去，去了就迷晕。我觉得是不是9点45起码炸桥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真在这个时候知道要炸桥了。对，因为那个横幅已经做了嘛。他知道这要炸桥，但是他不知道今天要炸桥，他不知道时间点。他知道时间点，这个是通知的。不，这个是保密的。这个是我们几个志愿者。3月31号早上8点，我得到救援队回信，告诉我要炸桥，时间点我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浪叔不知道从哪儿得知的炸栈桥的消息，带了一群人跑来电视台闹事，然后我就站出来给他解释，但他听不进去。我们说的就是他知道要炸桥，但是他不知道时间点，对，所以7去给他解释的炸桥的事情，对，才能够在9点半以前把他约到天台。但是我当场已经站出来解释了。然后你解释的是要炸桥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他会阻止炸桥，就救不了海金，所以你可以利用你在这件事情里面负责代表的身份，把他约到天台。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你能约他，我怎么约他？我只能哭着对他说，从话里都是骗人的。你想一想，动机盘动机，我们当中我的动机是最强的。我哪知道啊？然后我也有可能可以看到浪浪叔，并且叫他。说实话，我也有所谓的25号的这个有可能会看到这个 vlog 的时间点啊。再来，这个事情炸桥是我盘的，对呀，然后要救金鱼也是我搞的，所有一切都集中在我这里，我是百口莫辩的。你不觉得吗？这样不挺好的吗？这样我就没事了呀。然后这一切全部指向我的时候，我还会选21点45分这个爆破，让他前面定了个21点44分的这个闹钟，我是不是太笨了？并不是你选的21点45分，是人行动队告诉你说我们选择今天晚上这个时间节点。我得避嫌吧，我这个一切都指向我，你不觉得我太傻了吗？不傻呀，而且我们当中我过的日子是很好的。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吧？拍纪录片也就一般，你是没见过拍综艺的啊，所以你只有这一个追求，就是因为你的日子过得好，对，作死，所以你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聪明的，7满分，所以在这种逻辑上，我会出这个差错吗？你没出差错，你是做了不在场证明了吗？这不是？我今天只要是我要杀你，我就告诉你这个，我就让你这个点去。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为什么要选择21点44分给他定个闹钟啊？他定21点44，他其实是希望在他耳朵不好的情况下，他希望最好是由爆破的声音稍微掩盖一下他掉下来的轰的一声。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对你是有利的。你既有不在场证明，同时又能够。但是这个事儿是整体是我们在张罗的嘛？反正不管你是不是真凶，但是你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当然你肯定进入到决赛圈了，一定是。只是我们最后要凭借就是你对整个事件还原的你的逻辑性，就是你们两个各有嫌疑更强的地方，对吧？我要说我的抗辩了。好，来吧，来我们听听看。如果大家认为我是凶手呢，我只是跟各位说一说，就是我的杀人动机其实也没有那么强。这个确实是，这个我同意。
这个可以是同意的，因为我关系跟他感觉更对不起他似的，更对不起我兄弟一样。然后小海确实是我的明灯，确实在我心里有痛，但是没有到为了他要去复仇的这么狠的这个点上。对，而且我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岛的这个人。如果我当时那件事那么能想明白，或者这些年要是能有什么能点醒我，也许我会去找他聊聊。但是这些年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我深深的就是认为当年小海就是坠海身亡的，我对不起他。还有就是，如果10年前那个当时外边有光的话，因为当时我的主要目标是要找的是什么？门口那个手电筒。我只是玩命喊，我一直在看那个手电筒，其实我很慌张。然后确实，我要说实话，就是在于我没有看见那个光，因为当时我不能就是说完全的巧合的，我正好闭眼去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个光就在。然后我当时的那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找那个锁。后来那个何他们不是也来救我们了吗？我锤不开门，但是你闭上眼睛，实际上也是可以感觉到有光的。你闭闭看，明白。弱那个是通过钢头的不锈钢的玻璃反过来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偏偏没有赶上那30秒，我就是在疯狂的求救。我在他打开门之后，我才得以了真正的那个救赎。这就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说，我希望各位不要投我，就是这样。好了，我要去投票了。你加油。好，我要投的当然是7啊，因为他跟小海感情非常深，他也容易通过那些蛛丝马迹联想到杀害小海的人就是他的继父。我要投个7。从最后的视角上来看，这个人呢一定是看到了浪浪叔的脸，但是没有看到银色的徽章，然后也没有看到那个亮点，所以他在那一刻就是很拼命的喊浪浪叔。哦，推门啊！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想投何远航的，但是在最后的一番说辞下，确实是被他打动了。来吧，2选1了，在7满分和大梦想中间。大梦想在极度恐惧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光，然后又看到一个大人出现在外面，他是很有可能会推开窗喊的。他坚持说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睁眼，这点没有太说服我。7满分这边呢，炸桥这件事情指向了他，包括他跟小海的感情，他连职业的选择都是以小海的梦想来作为自己的选择，他对小海的情感是更深的。好难选啊，其实我不确定，但纠结2个人，大梦想和勋情好。勋为了要把我留住，把我那么期待的 offer 藏起来，把我有可能有的美好未来完全隐去，就把我拴在这个岛上。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性格上做事是非常极致的，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很极端的想法。那么大梦想，他当时是在1楼的仓库里面，他是一个对于黑暗非常敏感的人，同样他对于光比我们常人更加渴望和敏感，所以你在黑暗里看到光，他一定会立刻去寻找那个光源，并且看见那个镜子，看见浪叔，他也完全可以喊浪叔。但是为什么会导致他不再继续完成他接下去的这个所谓的求救，是因为30秒的灯熄灭，重新回到他所谓的黑暗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他呼喊的这个过程。在他们俩中间，我选择走你。
有一种，今天真的有点不祥，不祥的预感，请宣布。互联网土法综艺《大侦探》第11季第7案中，谁是杀害甄大浪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这么自信的吗？获得0票的玩家是明日星。可以。勋情好。哎呦，你往前。勋可以0票啊。何还有1票。何远航。谁还投了我2票？回来吧。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梦想和7满分之间。哎，如果是你俩怎么办啊？肯定不会是我，你忘了咱俩被排了。大梦想和7满分互投了对方。好意外，怎么会？好巧啊！勋情好投给当年我的耳朵也聋了，大梦想驾驶巴士车的时候都不敢离我那很近，所以他就觉得为当年的事情感觉到很愧疚。如果他胆大一点的话，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甄大叔做的时候，他会对他非常的痛恨，然后也非常的有杀机，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梦想。大梦想啊，得了，大梦想还那么爱他，真的没事儿。兄弟、朋友无所谓，来，我一步一步走到那儿啊。何远航投给大梦想，在我这儿呢，说实话，他对于小海的感情有这么强烈吗？当然有一点，他对他的好朋友勋情好的愧疚，对他的仇恨是加码的。我投给大梦想。大梦想，来，得嘞。第2步，明智，我觉得能走到那儿。明日星投给大梦想的杀机，其实我认为是最强的。甄大浪其实同时摧毁了3个人，他自己、勋情好、甄小海。我觉得大梦想比较像。大梦想，谢谢。又是一步，现在走出俏夕阳的感觉。先帮你提前。刘催眠投给嘿，罪恶的克星将大老师绳之以法。走你！大梦想，好了。大梦想5票，请进天轮。冤呐！冤呐！大梦想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大梦想。成功！谢谢，恭喜！我可以说一下，你们死活想不明白的，后边我怎么能约他上去？对呀，我说那款跟他说我买鲸鱼，大款啊，大款啊，大款，明白了吧？他装有钱郎。要不然我是不可能那个弄他上去的呀。其实整个过程非常之简单，拿那个一喷剂睡，他就睡了，给他搁在栏的外边。我就是觉得现代人类醒了，听见手机声，他不可能不拿手机，就赌这事儿，就赌这事儿。他有可能不拿，他就没死成，就真的是这样的啊。
我就觉得人类进化到这个程度了，手机已经控制我们了，每天这手机把我们玩累了，对不对？然后所以说他一醒，马上就拿手机，他一拿，他咣叽他掉下去了。天哪，44，我居然猜对了，是吧？反正就是这么个过程。他搜到了这关键性证据，U 盘。不是掉下来了。啊！电脑，我电脑。啊 ！GPS 定位记录。哦。哎呀，大老师啊，绳之以法。我觉得他确实不应该欺负小海，然后呢，还把小海置于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你耳朵，对，咱俩是特别好兄弟。然后看到那个 vlog 吧，就想到这个事儿了，就找这黑客去弄那个 U 盘，然后他就相当于把那个整个那个所有的行车轨迹，然后全部都查出来了，就看明白了，哦。好吧，有请我们可爱的甄小宝送上徽章，谢谢，恭喜恭喜！来吧！哎呀，嘚瑟，好嘞，可爱。那谢谢你喽，给大家发一下，祝贺您有一个，祝贺您，哎呦，一来就有了，对不起，那是我的，我拿这个，祝贺侦探，终于有了，祝贺您。好，谢谢大家。本节目由外星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感谢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小布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一案再见喽，拜拜。我们先去救鲸鱼，你待会儿拜拜喽。蹲一阵出来之后，咱们再聚。这一呸！大白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邀请到几位大家熟悉的老朋友，首先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小齐好，各位观众好。段黄法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一斐沈老师。大家好。那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家庭教育、青少年情感问题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在望潮语的海浪声当中，一场跨越10年的青春伤痛和复仇悲剧在悄然上演。10年前，船厂厂长甄大浪为谋取暴利，欲将搁浅鳞鲸转卖，意外被前来求助的妓女甄小海撞破阴谋。在争执当中，甄大浪将其推下天台杀害，随后嫁祸给甄小海的朋友们，并借机勒索赔偿。10年之后，得知真相的大梦想为替甄小海复仇，以买卖鲸鱼为诱饵，将甄大浪约到了天台，用迷药将其迷晕之后，布置了岩石装置，使其坠楼身亡。那现在先请法官对于本案的凶手甄大浪和大梦想分别定罪，并且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呢，大梦想的杀人行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该条的规定呢，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甄大浪的行为呢，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故意杀人罪有所不同。甄大浪的犯罪行为，它不存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么一个主观故意，它是一种过失行为，但是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他的行为呢能构成过失杀人罪。那么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
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甄大浪，如果说他的行为是向有关机关告发，或者是说让这个人受到刑事追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构成诬告陷害罪的。如果他的行为只是引发了这些青少年的心理上的道德愧疚感，没有让他陷入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那我们说他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然后甄大浪更多的他是基于这种愧疚感，向这5个青少年的父母去进行一定程度的索要钱财，他是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使这些青少年的父母陷入一种错误认识，自愿的交出这些财物，那么他很可能构成诈骗罪。对。那我们说另外一种情况呢，他通过损害他人名誉、揭发私隐、举报相威胁，使得5个青少年的父母被迫的情况下交出了这个财物，很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我们也不排除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因为造成对方的愧疚感，使得这些孩子的父母呢，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向他赔偿这些财物。那么这种行为可能更多的就属于一种民法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道德上应当受谴责的行为，而不是在刑法的规制范围内了。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故事当中，甄大浪不仅是杀害了甄小海，并且呢，他意图出售在故事里面的珍稀野生动物灵鲸。那这样的行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也请法官为我们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我国法律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呢，它是按照层级。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的设定来看，这个灵鲸显然属于我们1级或者说是2级保护动物，对应了我们现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它们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甄大浪发现搁浅的灵鲸以后呢，他立即洽谈售卖事宜，也就是他主观上已经有了非法出售以牟利的这么一个故意，同时呢，他客观上也实施了发起交易和对方商议买卖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第341条第1款的这么一个规定，他的行为呢就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根据该款的规定，应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是情节严重的，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情节特别严重的呢，是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为客观的原因，甄大浪呢没有能够完成交易，根据我们刑法总则的规定，它是属于犯罪未遂，我们是可以适当的给他从宽处罚。我们一直强调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除了刑法的保护之外的话，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它是一部专门性的法律，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定。尤其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我们26年3月份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即将施行。这个法典也是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进行了专章专节的规定。作为普通人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能为保护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能具体做些什么呢？防控野生动物呢，非法猎捕和买卖呢，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首先，我们当然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要坚定地拒绝购买、食用那些来历不明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我们不是说任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啊都不能使用，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过相应的检验检疫机构啊、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以后，是可以被作为什么的食用或者药用。其次呢，我们还要主动的提升的辨别能力，还要警惕什么的隐蔽的非法交易渠道。比如说我们网络上这些年我也注意到，经常有一些小众的宠物，其实像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通过不法的渠道从境外走私进来，它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它身上往往会携带一些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一些病菌病毒。所以说我们都应该提升的辨别能力。我们发现非法交易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林草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啊，包括农业农村部门啊去举报，为我们的执法机关来提供相关的线索。当然了，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这可以支持合法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通过参与志愿活动啊，或者相关的公益捐赠啊，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助力物种保护。那么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辨别意识，行为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这是第一个辨别。第二个辨别牵涉到行为人他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不是野生动物的问题。我们最近有一个案子，他是一个养骆驼的，他将自己的母骆驼赶去和野生国群去进行交配，母骆驼回来之后生了一个小骆驼，
那么经过 DNA 鉴定，这个小骆驼它属于野生驼群了，它属于野生骆驼了。但是它如果将其食用、杀害、买卖，可能就会涉嫌犯罪。所以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对于野生动物这一块呢，自己不清楚的，要保持一颗辨别之心，保持着一份警惕之心。除了刚刚的野生动物保护这个话题之外，在本案当中，明日兴的父母呢，把这个成绩好坏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而大梦想的画画特长也因为父母的阻挠而被埋没。勋情好父母呢，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期望阻碍了其追求梦想。所有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现实当中一些家长教育方法的映射。所以也请沈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次故事里面出现的这种现象。家庭教育里面，就是它有一个平衡，就是孩子本身的独特的个性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和社会对他的规范的要求这样的一种平衡。我们父母所有接受的一套社会化的理念，它常常是源于他在年轻时候的一套的理念。有的时候父母很容易把那种基本的社会规则的培训扩展到了对整个孩子人生发展的规划。这个时候父母就很容易打着我为你好，那我就来帮你规划这种发展的途径。而这种时候你会发现，旧的经验和新的发展之间，它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它变成了一个局限的紧固的过程。他们的标准和孩子自己内心的这个发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可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特别的相信父母给他的世界，所以他会不断的质疑自己，我是不是有问题？甚至我们在做小学、中学的研究里发现，很多的孩子现在出现一种状况，他觉得学习成绩好就是出路，但是他的的确确学习成绩不好，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没有希望。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我们是要做反思的。我们不能把成绩作为唯一的途径，我们可能是要让孩子有更多元化的发展。我们父母要降低我们的焦虑，给予孩子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到底你是擅长什么样的道路，让他在这个个性化的发展和社会化的变化过程中，找到一个他自己能够找到的平衡点。这个才是对孩子利益的最大化的保护。对于家长们来说，如何树立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念来保护未成年的身心健康，也是现在很多年轻家长们非常关注的话题。这个时候有哪些建议，各位可以给到现在的家长们？在家庭教育里有另外两个平衡，一个平衡是你要平衡好孩子现在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可是他当下是不是真的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学校教育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这两个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这两块本身的内容和功能以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父母很清楚地划分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另外，特别鼓励很多的父母也做好平衡，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孩子的利益之间你也平衡好。你不要老觉得自己为孩子牺牲很多，你觉得很累，你就自我感动了。我自己是非常希望家长们不要在功利性的这个体系里面走得很远，也不要完全就觉得放手了，我孩子很多的行为都不管，只要他开心就好。这两者我都觉得是不好的，所以我自己是鼓励你把三个平衡走好，找到中间的道路。我觉得那样子可能更能够帮助我们，既能够让孩子很好的成长，也让我们社会很和谐的发展，而我们自己也能更好的享受亲子关系。通过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不再关注他们最基础的一个教育保障，我们而是要关注他全方面的身心发展。我们现在还有一部法律叫做《家庭教育法》，也已经施行了。在这部教育法当中呢，它也体现了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要树立他一个健全的人格教育，要给他去引导一个正确的三观、世界观，去引导他走向一个身心健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关注的。好，是的，在故事里面，小海号的小队里面呢，6名成员在青少年时期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谊。他们也在与同伴的交往当中互相的治愈和温暖了彼此。而现在呢，孩子们在这个发展阶段，把交朋友这件事情已经当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来对待了，就是父母要努力的去增长孩子们的社交的能力。为什么现在会格外重视社交的能力，以及它在当下有怎样的重要性呢？青春期是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的过程，因为他从归属感的发展来看，他过去是源于父母对我的认同，
可是，一到青春期，你就会发现他转向了同伴认同，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发展过程。现在的父母重视孩子的这个社交本身是件好事，只是呢，我觉得我们的父母的功利性啊，往往在孩子社交里面也会出现。我们的父母特别强调的所谓的好的社交是向上社交，就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社交啊，他有太多的成人的体验。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同龄人里面他要有一个陪伴的，而这个陪伴本身并不带有说一定要让你学习更好，或者是一定要让你在行为举止上更加的礼貌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是我们能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父母在看孩子的交往模式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更宽容一点点，我们也等一等，我们要相信孩子他有他的判断和取舍能力的。说到青少年阶段，其实也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少年们会在自由的这种社交场景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懵懂的情愫，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在这个时候更加担心，说你别在社交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早恋的倾向。那面对这样的这种担忧，家长该怎么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并且如何对于孩子进行一个恰当的引导？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的性别意识的成长里面，很重要的是会去区分异性和同性之间的区别。他在不断的去学习我跟同性的交往的边界在哪里，跟异性的交往边界在哪里。这是青春期特别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当我对一个异性产生强烈好感的时候，我的行为边界到底在哪里？它背后不是简单的跟性紧密相关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孩子在未来的发展里，他没有学会跟异性有边界的交往，那他的发展也是受制约的，就从功利的角度也会有制约。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父母可以设定一个基础的底线，比如说你要跟谁出去，一定要跟我说，你出去多少时间，一定要回来。我女儿直到现在大学，她去旅行，她都会给我来个 list， 我跟哪些人去。这样能保证万一有问题我能找得到人。那这种安全的，我们有很好的亲子沟通的话，你会发现他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的。所以我们的亲子关系越好，其实孩子在早恋问题上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不是说他不早恋，不是的，而是当他有异性好感的时候，你会成为他倾听者，他不会走得特别的歪。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希望父母们能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我们对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情感问题的这么一个引导梳理，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度保护。你如果父母对孩子管得过严、过于束缚，真的就成为一个我们讲社会意义上的废人。另外一种就是我真就不管，没有正常的引导，那么导致孩子过度的自我放飞。他毕竟还属于青春期，他对自己的身体管理、情感管理都属于一种需要引导、培育、引导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要尽量的避免这几种情况出现。我在这里有一个新的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两位法官，在隐私保护里面，父母有没有权利在孩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装摄像头？首先呢，要肯定就是未成年人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未成年人有自己的情感权益。所以呢，我们是要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我们说这个法律其实是有规定的。当孩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可以去查看他的信件、聊天内容。那么当他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那么在他青春期的时候，家长不应当去看他的聊天内容了，你就更不应该在他的房间装摄像头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了。我们应当在他逐渐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开始要退出一些边界来，给孩子更多的一些空间。那今天我们的案件的分析也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望潮雨的海风无法吹散青春的伤痛，也捎来了迟到的真相和成长的答案。以敬畏之心守护山海，以真诚之意维系情谊。也希望每个少年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每一份热爱都能够有处安放，每段青春都能够温暖明亮。再次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在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年轻人其实最后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梦想。何远航这个角色，他幸运的点是在他迷茫的时候，他救了一个人，可以对儿时的遗憾做一些弥补，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救生员。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也做了有价值的事情。这次
抽到了我这个人物，我其实很心疼他。7满分对于勋的愧疚在于他的善良，在于他的内心的就是柔软。我觉得这是宝贵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在保留这些宝贵的同时，也要清醒理智的面对自己的未来和别人的未来，不要太苛责自己。明日星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被禁锢的状态，好不容易有那一道很耀眼的光芒出现之后，但是转瞬即逝。不管是他跟母亲的争辩也好，还是他选择救金鱼也好，这可能都是成为他人生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那一笔。我们这次故事里面的几个小伙伴，从小经历的家庭对他们未来的不尊重，他们真的想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个是不重要的，就是你只要完成我给你规划的未来，我给你铺的路，或者是我给你设定的一个人生，你去完成它就可以了。很多时候作为成年人或者作为过来人，哪怕作为父母，其实也很难顾及到一个少年的真正的思想和灵魂。随着网络时代发展的越来越快，其实孩子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早熟，也更重情感。家长们也需要多去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的喜欢孩子，不能天生就给他有一个设定，让孩子能自由的发展，能让他们享受自由的天空。因为其实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条路可能都会走出自己的风采。每一个创伤都有它的根源，我觉得孩子其实很难自己去消解。那么有的时候时间会带走这些创伤，有的时候你身边伙伴的陪伴会给你力量，有的时候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师长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指导。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放弃自己，挺过去，然后奔着你原本的一个目标，不要妥协，不要怀疑。你发现一关一关走过去之后，回头看那些难都不是难了。不要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一定要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自然，因为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能带给你的能量永远是很强的，你可以从那获取的能量中能代替掉一部分。我一直在觉得，就是说大家被打击了之后，就是垂头丧气，从来没想着自己明明是可以变得更好、更开阔。我最近学习了一个新的心理按摩法，可以跟各位共享一下。就是说，当你觉得自个儿特别差，觉得自个儿特别的傻，你要跟自个儿说一句话，说你就是这么傻，但是我爱你。就是说，坏的事情总会发生，自个儿的缺点也一定会有，但是不断的鼓励自己，才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长腾鬼笑、异次元密室。法则。